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说的是包贝尔自导自演的喜剧片《大反派》。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的话，欢迎你点赞、支持和订阅，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正题。大反派寻了一堆比较有名的演员，比如魏翔、贾冰、王迅、尹正、杨浩宇、常远等等来刷脸，可惜还是挽救不了他那拉垮的演技和拉垮的路人缘。上映9天，票房仅2500多万，豆瓣暂无评分，预测评分在4到5分左右。包贝尔自2015年出演口碑和票房两极分化的港囧，豆瓣评分仅5.7分，票房却破16亿，有点小名气后便一直活跃在烂片领域，影视片约还不可思议的源源不断。2024年就有12部主演或参演影视，还有12部计划2025年以后上映，片约排到了2030年。2024年已上映5部，除了参演白敬亭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南来北往》豆瓣评分有7.2分以外，其他包贝尔主演或参演的4部影视平均分都在4.2到4.5分之间。而且《南来北往》评分不错，可以说和包贝尔就是1毛钱的关系。他在里面混了个小角色，排名跌出前20名开外，宣传海报上都看不到名字的那种。细数包贝尔2015年后自导自演或参演在宣传海报上看得到名字的影视片，竟然至少有44部之多。不过豆瓣评分6分左右仅7部，未达及格线的有37部，占比高达 84.1%， 最低分值 2.9 分，平均分值稳定在 4.5 分，妥妥的烂片之王。稍微获得一丢丢好评的是2019年主演的犯罪动作片《大人物》，豆瓣评分 6.4 分，票房破3亿。之所以评分及格，并非包贝尔贡献了多标的演技，而是因为好故事加好导演。导演伍佰擅长指导犯罪类型影片，此前监制了高分神剧《白夜追凶》，指导了口碑网剧《心理罪》、《画江湖之不良人》。大人物故事原样照搬2015年思密达犯罪喜剧《老手》，人物造型、场景、搞笑情节甚至宣传海报也都高度复制。老手获第36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导演奖、第10届亚洲电影大奖等多个奖项。该片由韩国青龙奖影帝黄正明与实力派小生刘亚仁领衔，讲述了黄正明饰演的刑警与刘亚仁饰演的无恶不作富二代几番周旋最终将其拿下的故事。故事不复杂，但2位影帝级演员实力强悍，演活了亦正亦邪2个角色，豆瓣评分 7.7 分。在大人物中，黄正明与刘亚仁的角色分别由王千源与包贝尔担纲。未看过原版上绝翻拍版还可以看，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相比较强弱多皆可望。尤其是包贝尔对角色浮于表面的理解和肤浅的演绎，从他那刻意把头仰高用鼻孔对人的浮夸表演上，就已经看出包贝尔很卖力在演了。不过卖力并不表示能演好，他只是外放的演绎反派富二代的嚣张、癫狂和狠毒，对角色内心和性格中的自卑，以及父亲对嫡长子与自己这个私生子之间的区别对待而生出的怨恨，并没能表现出来。而刘亚仁演绎的反派富二代心狠手辣、阴鸷奸邪，就戏感而言十分高光。是不是好不容易大人物爬上及格线，所以就想做大系列了？现在又整出一部大反派，并且又是翻拍片。原版是2022年法国喜剧电影《谁是超级英雄》，是一部小众作品，观众知晓度可能不太高，豆瓣评分 7.4 分。大反派讲述长期跑龙套的演员毕超，突然有朝一日得到一次出演大反派角色的好机会，他非常欣喜并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可是碰上意外失忆了，只保留了自己是反派的那一部分记忆，生活就此变样。毕超也在找寻记忆的过程中闹出了各种各样的笑话。原版男主的设定是失忆后以为自己是大英雄，便到处行侠仗义，改编版改成了大反派。确实如同观众说的，包贝尔那比哭还难看的憨批屌丝角色形象，大英雄人设真没办法往他身上贴，改成反派更合适。可是这剧情也是一言难尽啊，失忆这种老梗实在不讨喜，怎么玩都无法去除观众的审美疲劳。玩老梗还不算，还要用10多年前的喜剧处理方式。人在囧途的遭遇，
小鬼当家的追逐戏，继续加重观众的眼疲劳，堆砌了一堆搞笑段子，大荧幕前却寂静无声，丢出来的包袱成了哑炮，谁看谁尴尬。从大人物到大反派，看样子似乎还有一部大，若真有，希望提升好演技再来拍，而且别再翻拍了，能不能有点自己的创意？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